Hello， 大家好，我是牧羊少年贾万，你的运动康复矫正导师。今天我们给大家分析一下欧阳春晓火遍国内外的近几千万播放的少女配直角肩，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是好评如潮。很多外国人说 Even I don't understand， 但是他们也会选择继续跟练下去，这也是这个视频火的一个原因，因为有效啊。但是我也看到一些反对的声音。欧阳春晓的直角肩千万不能练啊，谁练谁斜方肌大。我就是练了他的那个少女背直角肩以后，我出现高低肩了，然后我的斜方肌还大了4、5倍。那几千万的好评都是假的吗？我不管他们练的有没有效，我没有效就没有效，我不要你觉得，我不要他们觉得，我要我觉得，只要我出了问题，只要我受了伤害，只要我练出高低肩，只要我把斜方肌练大了，那就是没用，就是有害的视频。我要是讲就是害人精，就是蹭流量，我就得骂他。真理往往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是不是？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群人练完了斜方肌大、僵、紧，甚至出现了高低肩Hello， 宝宝们，我是最充满的人间极品春晓，我操！好，我把我那个少女背直角肩的动作呢做了几个截图给大家放在这儿。为什么有些人他们就会说斜方肌练大了呢？还有一些人会专门在评论里说，千万不要做最后一个动作。斜方肌拉伸的动作，对吧？谁说了不能做这个动作，对吧？然后大家就跟着风，对，大家就跟风说不能做这个动作，恨不得拿着横幅举着千万别做这个动作好像自个儿救世主似的但是您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能做这个动作，您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对吧？所以就您就歇着吧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它是很单纯、很无辜的一个功能性拉伸，没有问题的。因为你身体结构的差异导致了我们训练效果的差别。OK， 两个截然不同身体结构和完全不一样的功能性，它功能性那么强，它每个关节肩上前3个关节都是开的。OK， 您有可能锁在这里，会存在上交叉综合症。俗话说含胸驼背，它是顺着他身体错误的体态特点来训练的。就它本来就是这样，它没有说是去把它打开这么拉，它而是这么拉。它打开打不开。当然是很多人是说你转一下肩，沉一下肩，延展，很多人都做不到这个。为什么？它会代偿，它会骨盆前倾，它就这样，它这样。那这样拉也不行，这样拉也不行。体态结构问题太多，含胸驼背、翼状肩胛，功能性太差，每个肌肉、每个关节都是僵在那里，导致了这些动作对您造成了伤害。大家看，这就是一个动态的功能性拉伸。它的斜方肌本来就是很高了然后脖子有点前凸，哇，你这样好丑啊！然后他再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他加的不是他的背。OK， 看它肩胛骨是往上提的，它刺激的是它的斜方肌，所以说做起来会非常的困难。正好是您走在路上，对吧？很多天没有吃饭了，然后呢，我看您饿，对吧？我给了您一个汉堡，您自个儿没有咀嚼的这个功能，对吧？或者是说您不会吞咽，对吧？然后您把这个汉堡卡在食道里卡死，来说我是杀人犯。对，就像很多教练和博主他自己练得很好，但是他的学员或者跟练者永远达不到他的效果，因为每个人与每个人的先天骨架结构有天壤之别。有一些人他一身的问题 ，OK， 上交叉综合症、骨盆前倾、后倾、脚部功能退化，这时候那些死记硬背的训练要领就失效了 ，OK。然后有的教练呢，他觉得会员不努力，还拼命练，他强迫加大重量，这时候人就练伤了。说我们的训练方法也是因人而异的，你一定要知道那个人需要什么，帮他做调整，把他身体调到一个最佳的位置，再进行训练。要根据每个人的特点和体态问题因材施教。就像春晓说的，我为什么没有把他们分好几期，而是把他们总结到了一个视频里呢？他说把他们拆解开来发的话，我觉得就对你们来说就不太方便，就这个蜕变的过程就太漫长了。总到一起，对于你们来说就是最方便、最快捷的。我们有我们的科学依据，我们的体态问题都是相关相连的。当你一个地方出了问题 ，OK， 你的身体会同时发生一系列的问题，那这些问题是并存在我们身体里面了。也可以这么说我们解决了我们体态上的一个根本问题，其他的也会随之自愈，就像一个连锁反应似的 ，OK， 一个 domino effect， 一关倒了，剩下的也会慢慢的倒 ，OK， 问题就是这么解决的。不像其他的博主每个小问题都会拍一期视频，根本性没有康复。你骨架错了，你永远停留在肌肉层面上，那我们永远也练不完的。OK， 它永远是表面性的环节 ，OK， 是没完的。就是我觉得没有人体态是完美的，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追求。对，大家都是说，我觉得我们俩就算优上中上吧，对吧？你们觉得我们有什么体态问题，你们也可以打在屏幕上，对吧？或者有什么疑问，觉得可能有什么体态问题，你都可以打在弹幕上，对吧？可以进步，对吧？有人还说我脖子歪，因为我老喜欢那样看镜头，不是我脖子歪。你可能就是猥琐，单纯的就是猥琐。那如果说这个体态怎么打分可以是这个1至10分的话，对吧？然后您给自己打多少分？弹幕上走一下，我们看看反正我给我自己打7分，我觉得我差不多7分。那我也差不多也7、8分，心态100分。好现在我们做一个经典的3合之道的一个 test。OK， 当我们把我们的锁骨和肩胛骨看为一个整体的话，这就是我们的肩带。那我们大部分人是偏前倾还是偏后倾呢？相信大家有一个答案了，肯定是偏前倾的。大部分人都是整个胸廓偏前倾的。那我们怎么判定它是偏前倾的呢？你看，这是锁骨，
这是肩胛上角。应该来说，我们的锁骨的高度是要高于肩胛上角的。回去可以检查一下你身边的人，是不是发现很多人肩胛上角是明显要高于锁骨的位置的？那他的整个肩带就是偏前倾的。大多数人都是我们的锁骨低于我们的肩上角，这样斜方肌就出来了。你的锁骨是差不多平行的，你的锁骨和肩上角是差不多平行的 ，OK。但是最佳的位置是什么？当我们锁骨要高于肩上角，你做一个这样的状态，对，这时候我们的富贵包也会出现。然后它的斜角肌啊，脖子这两边会变得特别紧张，你自己感觉现在就紧了。同时保持这样的话，它会怎么样？含胸驼背，含胸驼背啊，它的脊椎会变得僵硬，它的胸椎塌陷。OK， 然后呢，它的两个肩啊，大家看，它的肱骨头，胳膊的肱骨头会前移，两臂内旋，导致翼状肩胛。它肩胛，大家看啊，肩胛本来是放松，呼吸也会差，它这样呼吸也会差。看啊，我们的肩胛应该是平整的。OK， 肩胛是平的贴在我们的背上的，很多人肩胛都是这样翻出来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不分开拍一集肩部和颈部？就是当你肩练好了，你的脖子也会变好，知道吗？你想，你的脖子比如是一棵大树，大树要在一个很丰厚的土壤上，是不是？如果你肩是这样的状态，你脖子怎么可能有支撑力？你脖子怎么可能提起来？所以说，现在我就要给大家找到一个最佳的状态。当身体有最佳的状态，这也是我们身体功能性最强的时候，围绕着一个重要的核心点，那个核心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肩上角。刚才我们说的肩上角是吧？肩上角往前往外延展，它陷进去，它会有什么变化？你的肱骨头会后移，是不是？你想，它如果肩胛骨刚才翻出来，它是前移，对吧？它往里往外，它是不是会后移？你肩会不会自然打开？OK， 好啊，大家再看啊，很多女生不是想要显出咱们漂亮的锁骨吗？是不是？那漂亮的锁骨，您的肩胛骨往外延展，您的锁骨是不是会跟着延展？你想一想，它往外，锁骨会不会就打开？当肩胛骨移动的时候，我们的锁骨会往外延展，是不是？直角肩是不是这么就出来了？整个肩就平整了，您的斜方肌就自然消失了。结构调整好，结构调整好了，对吧？您就出来直角肩了，斜方肌也没了。所以说，您想要我们的直角肩少女背，一定要从我们肩胛骨下手。练。当我们功能性拉伸，我们自我按摩，它都是一步步的缓解，这些是有用的，很棒的。OK， 我很建议大家做这些准备性工作。训练的时候，我怎么让呼吸进到身体里 ？OK， 让我们的结构有变化，往最佳的体态发展，这是我们下边给大家做的一个动作。OK。好啊，咱俩这样挺舒服的。你看，这样你那胯就开了。有人有可能问，为什么我们腿这样？这样是开胯最好的一个动作啊！但千万别加这个，而且你的脊椎、你的骨盆歪了、扭曲了，你骨盆下面不好，你上面怎么也好不了。对。所以说要看我们的脚部训练，看我们的髋关节训练，求求你了。对。所以咱们这期啊，深度解析欧阳顺晓直角肩少女背的这期啊，咱们就到这儿了啊。所以说咱们这个教练已经解释的非常的清楚了啊。如果您还是没明白、没看懂的话，您再从头看一遍。咱们无论是在生活上、事业上还是学习上啊，咱们一定要抱着学习的心态，以一个辩证的思维去看待这个世界，去看待每一个事物，没错。但是您不要因为什么东西在您主观上对您产生了不好的影响，您就认为它是坏的。为什么两个人练一样的动作，他练的型马上就出来了，您有那么多问题呢？对，所以说不要太主观的去看待问题，一定要客观的看待问题。要记住，存在即合理，就没有什么东西绝对好，没有什么东西绝对坏，它可能只是对您产生了不好的影响，因人而异，对吧？如果您觉得这条动作实在不适合您的，您就甭练，您也不至于非得来攻击我，对吧？谢谢公主。啊，对，所以说。真的吗？别攻击他啊！我们互相尊重。好，大家别忘了怎么着，哎，一键3连 ，Peace and love。不是你穿这黑的还挺好的呀，你穿什么衣服呀？脱啦！我不要讲话。两套，这边多爷们儿啊，非得套一下。不是哪有人？谁看你？你怕谁看？你怕什么呀？不是哪有什么呀？哪有讲课的人这样拍的呀？我不喜欢这样，人家就看我说的了，跟我说的了。你以为自个儿身材有多好啊？我跟你说不是，我不想就这样 professional 们，不能老让像流氓似的。